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在发布宝岛魔幻事件的那期节目里，收到粉丝朋友的留言，说是希望大象做一期关于香港魔警徐步高的影片。当时万象的心里就想，这家伙没安什么好心眼啊！这广泛到人尽皆知的案件，让我再讲讲，我还能讲出点啥呢？虽然当时我回复这位葵花三段无限连的朋友说，先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突破点，但心里想的却是，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这不是给了我一个艰难的不敢接受的作业吗？靠北啊！这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我满脑子都是魔警徐步高，嘴上说不做这个选题了，可是这双脚已经不听使唤的跑去图书馆去找相关的资料了。万象在翻看了一些当年媒体对案件的相关报道，和一些心理专家对其心理状态和成长经历的分析后，一直有2个疑问在我心里萦绕，我想也是大家特别想要知道的答案。是什么致使徐步高变成后来的样子？残害同僚，搏命抢劫，他当年到底基于什么目的必须那么做？当年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他的心理状态又是何时发生了重要的质变？以及徐步高到底有没有罹患精神病症？今天我们就一起沿着徐步高的成长轨迹，拨云见月地探一探魔警徐步高当年是如何一步步走入深渊不能自拔的。鼓励大象，马上开始。相信多数朋友了解徐步高，都是从2001年到2006年间发生的3起枪击案件开始认识他的。也正因为如此，这3起案件又合称为徐步高枪击案。如若想要解开开篇所提的2个谜团，今天的故事就需要从这3起案件开始讲起。2001年3月14日，接到报案，正在现场巡视的香港警察梁承恩被人发现死于出警现场，他身中5枪，警帽和对讲电话散落一地。梁承恩警用配枪和6发备用快速上膛夹里的子弹一同被抢，案件震惊香港。大面积调查后一无所获。同年年底12月5日中午12点，一名匪徒身穿鲜红色长袖上衣，戴墨绿色头套，左手持.38左轮手枪，冲入荃湾丽城花园恒生银行抢劫，枪杀了一名巴基斯坦籍保安，抢走近50万港元，逃去无踪影。时年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李家超在2006年3月21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证实，香港警察调查后发现，上述2个案件现场出现的涉案枪支的子弹来自同一把手枪，即第1起案件中2001年已故警员梁承恩被杀后遗失的警方配枪。虽然时年警方根据案发现场 CCTV 拍摄的模糊画面以及现场人员描述的案犯外貌特征，画师画下的嫌犯体貌画像，并悬赏100万元全球通缉，但多年过去依然毫无所获。2006年3月16日晚上，香港尖沙咀分区警长冼家强与警员曾国恒从天星码头开始巡逻。凌晨1点12分，两人在柯士甸道的行人隧道中发现一名神情可疑的男子，两人正要盘问，男子突然从腰间拔出枪向他们开火。曾国恒被打穿脸部后击中喉部，而冼家强脸部也中了1枪。冼家强下意识拔出枪与男子扭打起来，混乱中冼家强脚部再中1枪，此时倒地的曾国恒向男子连开5枪，全部击中。冼家强挣扎着报了警，警方赶到后将伤者送至医院救治。曾国恒和这名行凶男子不治身亡。这里所提的不治身亡的男子，就是今天所讲故事的男主角，枪杀同僚的魔警徐步高。根据时年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李家超在记者会上的介绍，疑凶2001年杀害警员梁承恩后，抢去其配枪，包括手枪内6发子弹和快速上弹器内6发子弹，但当年在杀害梁承恩后，疑凶已用掉6发子弹。另外，于2001年12月5日，疑犯持同一枪支在荃湾丽城花园恒生银行打劫，掳走银行50万元期间，凶悍地向银行8级护卫连轰3枪，将其击毙。这意味着嫌犯所持枪支又用去了3发子弹。这个时候，嫌犯的手里只剩下最后3发子弹。时隔5年后，徐步高再次持枪犯案，香港警方怀疑会不会是嫌犯手上只剩下了5年前从警员梁承恩那里
段里留下的3发子弹，因手上子弹不够，所以再次策划了杀警夺枪的行动。当年李家超形容说，义兄是经过有计划、有部署的进行抢警枪行动。案发当天，徐步高曾使用一部电单车和一部客货车驶至案发现场附近，以便作为逃走时的交通工具。另外，他选择2名警员曾国恒和冼家强巡逻的最偏僻路径下手。当2名警员步行至尖沙咀柯士甸道港景峰对开行人隧道内时，他以仅剩的3发子弹与2名警员搏火。当然，香港警方之所以确认了徐步高就是这3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确凿的证据。鉴证专家5年前从第一宗案件案发地门口及梁成仁的颈部套取到怀疑属于凶手的衣物纤维，以及在梁成仁身边发现一个怀疑属于凶手的口罩。当时法证专家就找到了死者和一名不知名男子的 DNA 样本。当年这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DNA 样本，在与5年后尖沙咀警员枪击案被击毙的嫌犯徐步高的 DNA 样本比对后，证实两者 DNA 相吻合。如果你之前关注过徐步高事件，那你应该听说过，当年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徐步高很可能是个心理变态，或者是个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也有人认为他是精神分裂，甚至患有堂吉诃德式幻想。但是稍稍对变态心理学方面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但凡是心理变态或者精神有问题的人，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变成了那个样子。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现象，无论是反社会人格，还是精神分裂，甚至是物质成瘾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恋物癖患者，他们的起因几乎都包含有共同一条，那就是患者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蹂躏。但到目前为止，直到2023年的今天，依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徐步高在童年时期遭受过任何来自家庭或者其他人和环境的虐待以及伤害。1970年5月17日，原名徐长高的徐步高出生于福建省邵武县，家族的长辈曾是当地的木材商，兼营百货，富甲一方。后虽没落，但1978年后，徐长高及其弟弟已随父母移居香港，到港入籍后更名徐步高。心理服务课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徐佩红透过家庭访问及徐步高生前写给妻子的16封私人信件，分析了徐步高的成长阶段。童年时代，徐步高被父母刻意栽培为爱国青年，刻苦耐劳，有高度的自信心和自律能力。徐步高并无不正常的经历，尽管于7岁时移居香港，存有适应问题，但是整体生活快乐活泼。他已学会压抑情绪及掩饰痛苦。徐步高中学就读于观塘官立工业中学，中学4年级时为理科生，因为成绩差而被日校停课，改在夜校留级。他在22岁时再战香港中学会考，8科中3科合格，后来再次会考，达至5科合格，符合投考成为警员的基本成绩要求。中学毕业后，徐步高曾经从事多份职业，包括在东区海底隧道任职2级交通警察、香港义勇军及香港辅助警察队服务，并且曾经旅居欧洲9个月。青年时期的徐步高非常懂事，广泛的阅读使他比同期的同辈突出，而他个人也试图证明自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照顾好自己。徐步高的父母于1990年发生婚变，及其本人的会考成绩不理想，对徐步高造成一定打击。徐步高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的父亲，并且隐藏自己的悲痛。1993年到1998年期间，是徐步高加入警务处及建立家庭的人生阶段。虽然徐步高在警察训练学校表现出色，但在开始的时候遇到不少负面评价，被同学批评为自私及傲慢等。徐步高经常以其在警校的优异成绩高调表现自己，不过上司对其表现评价却很一般，使他虽然在学校及内部考试成绩优异，但仍然没所作为。徐步高加入警务处前就认识其妻，两人结婚后建立了甚为美满的家庭。但在此阶段，徐步高的生活亦算是健康正常，面对晋升警长失败，也没有埋怨别人，只觉得自己原地踏步，一无是处。1998年，徐步高母亲向徐步高坦诚婚变是个人责任，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让徐步高无法
法理解。他的思想及行为在这个阶段多次表现出自相矛盾的一面。同年，徐步高向妻子留下了16封信件后，与胞弟前往中国大陆，展开3000公里长的单车之旅，以疏解工作与生活所遇到的困难。徐步高在1996年至2001年间，先后4次报考警员、高级警员、擢升警长、升级检定考试。其中于2000年8月举行的一次考试，他以68分成为在2105名考生中的优异生，获得警察官方刊物《警生》的访问。1998年7月，由于徐步高处事冷静，能够独立的处理纠纷，而获得上级赏识。上级推荐徐步高参加晋升警长的面试遴选，但其资历与累积的指挥官嘉许不足，晋升失败。虽然徐步高在后来多次报考晋升警长的笔试，但自1999年起，他便再没有向上级自荐晋升。1999年至2003年间，徐步高前后3次投考机场特警组，第一次因为性格过于自我，不接纳他人意见而不被录用，另外2次则是因为体能不合格，没能通过遴选。根据香港警方陈列的档案显示，1998年至2001年期间是徐步高心理状况的转折期。徐步高彻底放弃晋升警长，并且申请任职车长10年。后来他感到后悔，同时多次申请加入精英部门都没有成功。徐步高放弃晋升警长，却连续参加升级笔试，成绩理想。虽然令他自觉比较优胜，而且在工作上一直期待表现与挑战自己，但是上司就是对他不予认可，事业原地踏步，令徐步高心中的不忿与不安持续滋生。个人生活方面，结婚后迁居东冲的徐步高深感自己与家人与朋友逐渐疏离，生活苦闷单调，因而曾经有过离婚的打算。在此阶段开始嫖妓解闷。2001年踏入30岁的徐步高突然得到一笔来历不明约50万港元的金钱，估计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50万港元正是2001年12月5日发生在荃湾丽城花园的恒生银行抢劫案。一名巴基斯坦籍保安被杀后，那不翼而飞的50万港元。其后徐步高向友人借出地址，以申请12个投资户口、8个储蓄户口，总共存入55.7万港元。徐步高面对这笔不义之财，令一向奉公守法的他内心挣扎痛苦不已。即使于2002年与家人同游加拿大，仍然难以开怀。徐步高于1998年致函妻子的信件中透露，他打算还钱给父亲，但徐父于2002年要求他偿还近80万港元欠款时，却遭到当时拥有50万港元储蓄的徐步高所拒绝。10年分析案情的专家认为，徐步高的这一反常做法显然在动用这笔款项上有难言之隐，进而给其心理造成极大的困扰。2003年，徐步高在金融市场上投资失利，损失了37万港元，令他怀疑自己的能力，感到混乱与沮丧，但无处宣泄。加上晋升之路屡遇挫折，令他的怪异行为于2004年质变升级。例如，他在申请智能身份证时，无端在职业一栏上填上无业，而不愿意写上警察的身份。他一开始对政治感到高度热情，比如他曾经在警署饭堂用膳时，无故大声唱起国歌。很明显，此时的徐步高心理问题已然外显。至此，2001年的2宗命案致使徐步高内心不安，令其心理问题持续恶化。加上2003年至2004年年度，他首次在评核报告中成绩退步，导致他再次萌生犯罪计划，即自信能够夺取曾国恒、冼家强2名警员的配枪。种种迹象也表明，在数月前，徐步高便开始策动实施计划。香港警方于2006年3月17日下午公布，3起凶案的疑犯就是徐步高。香港多份报章均于2006年3月18日刊登了香港城市大学犯罪学课程研究中心主任黄成荣的访问，以剖析其犯罪的心理因素。黄成荣认为，徐步高出现了迷乱理论的情况。黄主任指出，徐步高因为在多次考试中都不能成功晋升，引起了他对上司的不满，但又不能向其反映意见，结果
果只好在外面的世界寻求满足和成功感而犯案，目的就是宣泄不满的情绪。而徐步高的内向性性格令他可能会把自己看作为受害人，并形成了自己永远是最好的自大心理，而其他人都是错误的偏执想法，造成他表面上极度理智，深藏不露，同时家人和同僚很难察觉到异样。黄成龙认为，徐步高曾因在警队的升级检定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获得警队官方刊物《警声》的访问，令他对升级警长存有很大的期望。可惜其后屡次考试均告失败，令他有感时不遇我的委屈，印证了迷乱理论及当中的心理变异的状态，故此只好透过抢夺首奖及行劫财富，达成个人心理满足，以弥补未能升级的金钱损失及心理创伤。由于徐步高是曾接受严格训练的警员，熟悉警方办案手法，加上警方掌握徐步高的资料，他为了其身份不被揭露，犯案时戴上假发，并且必须杀死有关的人士，以免警方能够从线索中追出真凶。警方邀请美国联邦调查局刑事调查专家麦克纳马拉对徐步高的人格做心理评估。他根据警方提供的证人供词，认为徐步高可能患有分裂性人格障碍。他指出，徐步高相当注重个人体能，但只喜爱个人运动，不会出席同僚的饮宴及庆祝等社交场合。可见他为人孤独，不需要社交成就，只争取事业上的成功。可是他4次投考警察精锐部队失败，加上不理解自己努力不懈地发出违例告票，却得不到上司赏识，反而上司要求他多做打击罪犯的工作，而不是抄牌。徐步高又未能满足指示，认为上司针对他，构成很大挫败感。最后追求刺激的他，遂将想法付诸行动，去埋伏及杀害同袍，甚至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打劫。然而，这个观点被其后出庭作供的青山医院法医精神科主管阮长亨反驳。他指出，有关说法只是片面评估了徐步高的心理状况，而且涉及人格障碍的特征必须持续出现，并对当事人造成很大痛苦，才可判定属精神病患者。徐步高于工作上无明显退步，与家人关系亲密，性格亦无特殊改变，故不能满足精神病者应具备的诊症标准。但阮医生指出，徐步高自恋、妄想及反社会，属于对社会有特殊想法的性格问题，而不一定是分裂性人格障碍。警方邀请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犯罪学系主任教授博汉士分析徐步高的犯罪心理。他指出，徐步高说话带有乡音，存有异乡人心理，虽然聪明，而没有机会继续高等教育，在警队又对事业不满，与同事关系一般，一直郁郁不得志。在尖沙咀警员枪击案发生前几天，徐步高曾经在竹篙湾警岗受到女上司的批评，说他工作和文书能力有问题，可能激发他潜藏的挫败及羞耻情感。在人际关系方面，徐步高与他人表面友好，实际上并不巩固。徐步高与妻子关系因1998年发生婚姻危机而疏离。虽然他曾经写信给妻子承认不忠，并因女儿其后出生而令关系一度修复，但他并没有戒绝婚外性行为，两人关系可能因为幼女而勉强维系。而根据徐步高胞弟的证供，博安士认为徐步高不想与妻女同住，甚至认为妻子是他与朋友及家人疏离的主要原因。博安士推断，徐步高可能有堂吉诃德式幻想，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徐步高喜欢阅读中外战史，并高调表示自己对政治领导不满，可能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政治人物。而徐步高在家中床头贴着写有以下句式的 A4 纸张：活着，我该做什么？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此种种，显示着徐步高想从普通人升华到神的层面，甚至他可能以为自己能够超越或幻化成神，因为只有神才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博汉士认为，徐步高有格斗性的性格倾向，加上其人格障碍，促使他以暴力解决问题。而他在1999年购入的东提湾畔物业投资承受经济损失。博汉士相信，徐步高认为是政府一手造成，并迁怒于象征政府威权的警队之上，因此使命感驱使及权力控制是与本案有关部分的犯案动机。而依据性格推测，徐步高认为无人可以理解他，对他人不信任，
博汉社认为徐步高犯案时没有同党，他的自我欣赏型、自恋型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他人合作。也就是说，2006年3月17日，行人隧道里发生的枪击伤亡事件，没有第4个人出现在案发现场。换句话说，案件发生后，几份销量大的报章冠以“魔鬼警察”、“狂魔”、“魔警”等标签，对徐步高进行媒体审判，以及部分媒体当年刊登的一些有待求证的新闻资料，例如第4人呼之欲出等不实报道，后来都被警方予以否认。另外，徐步高生前与妻子曾参加亚洲电视的电视游戏节目《百万富翁》，从另一个侧面也佐证了徐步高自负、自恋、自我陶醉的性格特质。当时徐步高和妻子在连续答对10条问题，向第11条冲刺时，主持人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了，是否要使用锦囊时，徐步高拒绝了主持人的建议，选择直接答题，不使用锦囊。即便如此，夫妻2人最终还是赢得了6万港元的奖金。下期节目，万象打算和大家聊一聊恐怖的欲望、反社会人格障碍形成的来龙去脉。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请释放你手中的大拇指，努力给本条影片点赞超过2000，下期节目就会如期而至。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